大家好，大家好啊！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直播啊！今天晚上呢，我们非常特别啊，一会儿会给大家讲到今天晚上特别的地方。那一开始啊，没有那个讲到今天晚上会讲什么特别的内容之前呢，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啊！大家进来之后也可以跟我打个招呼啊，告诉我你是老朋友还是新的朋友啊？那老的朋友啊，也是可以讲讲最近股票市场有没有赚到钱啊？我们经常我们其实分享股票也是希望能够大家在股票市场里面提升大家的回报啊。所以呢，如果是听到大家的好消息的话，这是对我们制作这么多的内容或者是分享我们的这个研究的成果的最大的一个鼓励啊。那当然呢，如果是新朋友的话，可以再告诉我们你是住在哪里的有可能下个星期有可能会去台湾，有没有台湾的朋友在那还有其他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啊。那当然今天晚上也是非常特别大家没有看到 Rich 是不是一般来说我是跟 Rich 一起出来的那 Rich 呢是刚刚是2个小时之前刚刚上传了他拍摄的关于美股的一个影片大家之后如果还没有看的话，之后可以看回Rich 的那个影片现在就我们先做完这个直播，因为今天晚上直播会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给 Rich 休息一下再说 Rich 最近也在赶他的跟台湾的一些机构在合作的一些选股的 APP所以比较辛苦我就放他假那但是今天晚上我们Rich 不在，但是有一个特别有分量的嘉宾，哇，这个嘉宾一会儿我会给他介绍一下，大家是千万难得的机会，不能错过的那当然今天晚上也是可以互动一点，大家有想再讨论什么的也可以讲一下那我自己呢也准备了1个到3个的我自己觉得是10倍股的，而且是在不同阶段的10倍股的有些已经涨了一点了，有些还没怎么涨那当然看看大家感不感兴趣，人数越多我讲的越多，而且是讲的越详细那当然我们也是老规矩如果是超越1000人在现场的话大家可以问我一个股票的看法，那我可以回答大家那这个也是大家可以把今天非常有价值的直播分享出去，邀请你的朋友来或者是分享到不同的群组啦、社交媒体啦或者直接叫你的朋友来了，把今天的这个分享的连接发出去给大家今天一定会是这个价值满满的那今天很难得找到一个真人真事的故事，而他的最这个令人这个励志的故事就是他以前是输大钱的但是他从2023年1月1号开始到现在短短的2年加上2个半月2年加上2个半月，他的股票的回报是203.92%大家有没有查过这一段时间内股神巴菲特的回报是多少有没有查过其他的投资股票的大佬们投资回报是多少所以这一个股票的回报投资的回报真的是非常好那我当然了一会儿到最后会访问他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这位我叫他超级股神因为巴菲特平均回报是20%他这个超级回报是巴菲特的平均回报的10倍当然是2年内的回报那但我们就算给他这个1年100%的回报，也是超越股神巴菲特5倍。大家知道这个股票你要是输钱到不输钱可能还容易点赚10%到15%
可能还容易点啊，但是要做到这样的一个回报的话，一会儿我们会访问他一下有什么心得啦，有什么大家也可以拿回去用的，提升大家回报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留到最后啊。他也是一样，他是很害羞的，抗拒了好久啊，不想出来分享的，想闷声大发财的，但是啊，我跟他讲了好久啊，他说最希望能超越1000人。这样的话他来啊，但是最后还是说啊，就算999个人他也会出现，就算998个人也会出现啊，最重要的就是之后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难得机会他就来这一次，难得机会有什么问题，大家到时候都可以直接问他啊，就不要太早打了啊。当然你想到什么问题也可以写的啊。那这个回报204%啊，真人真事啊，是我觉得是超级股神的啊，今天非常难得啊。但是呢，在那个之前呢，我也准备了3个倍升股的股票但是大家知道跟了我直播多的也知道西爸爸在这里是不鼓励就给大家一个股票号码的我们还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来今天晚上的直播，我们能学习到什么东西学到的是你的，对不对？你可以把这些技巧心得框架啦、方法啦，应用到你将来的一辈子的投资里面。这个好处是远远要比哪一个号码好相反来说，哪一个号码，但是自己不懂股票的话也是非常危险的。我经常告诉大家来是要先求知再投资所以呢以下就算我讲到这么多的一些股票实际的股票或者是股市的看法等等当然我是用实际的案例。我觉得是会这个有效一点所以我会讲真的股票不是讲理论讲概念，而是讲真的股票。但是希望大家抱着一个这个概念，就是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是来学习的，而不是来拿一个号码的，好吧？那所以呢，来学习的话我觉得最好的这个方法就是能用出来的简单的方法。大家一会儿会看到我们的嘉宾这么高的投资回报，他不是什么经济学的博士啦，金融大行里面的什么基金经理啦，他也是一个普通人。我们普通人也可以有卓越的投资回报关键就是一定要简单。我们普通人没有经济学的博士，没有什么金融的这些其实也可以所以呢，我有一个框架，大家有可能有听过有用过有这个好评的，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我叫选股5部曲这个框架 ，OK， 所以这个选股5部曲的框架，这张 slide 是我们致富股票里面讲到选股5部曲的其中一张 slide， 就给大家看到大势的周期是第1步行业板块是第2步。个别的股票是第3步，什么时候什么价位买，什么时候什么价位卖是第4和第5步。大多数人一来就说这个阿里巴巴能买吗？腾讯你看什么价位啦？其实他们一下子就跳到第4或者第5步这个什么时候能卖对吧？这个是第5步，这就是大错特错，给我写下来，大错特错你的次序错掉了。就算给了你一个好的股票，你的买卖时间点错掉也是错的而最简单的一点就是，当你买对了、看对了股票的周期的时候，其实股票的周期已经是决定了我们投资回报的40%的因素举个例子现在港股今年很好，去年港股也很好，对吧？所以如果去年和今年我从去年成功的在1月份在我们的 GMT 里面看准了股票市场港股到底了我有 record 我有记录，对吧？去年1月份到底了。如果举个例子从那一个1月份到底买了港股的话，到今年你随便买错买 ETF买盈富基金，对吧？
大部分很大的可能会跑赢美股，不好意思啊，可能会跑赢其他的股票，对吧？这就是因为你买赢了啊，买对了股票市场，不是说美股不好啊，对吧？前几年美股很好，买了港股就死了啊，就算七爸爸多厉害，在港股里面我的投资回报没有美股好啊，美股你傻傻的买一个 Magnificent Seven 美股七雄啊，可能是大幅度的跑赢啪啪了，对不对？因为我是专注港股的。Rich 是专注美股的 ，Rich 的投资回报前年要比我好很多，因为他买了美股，我是买了港股啊。但是今年和去年，对吧？我们成功的捕捉到了港股，所以我的回报就非常好了，对吧？所以我们看到右角右面是我真实的，我个人真实的，没有刚才那个嘉宾超级女股神好，对吧？我这个61.5%61.15%的回报。也已经跑赢大市了啊！当然我是比较分散投资啦，也有大约5%到10%的现金啦，还有分散了一些到其他的一些基金啦，或者是一些另类的一些投资啦等等啊，这个是分散风险。分散投资的一些重要性啊，所以我的回报这个远远的没有刚才那个嘉宾那么多，对吧？但是我们也看到，也是跑赢了恒生指数这2年内的一个回报。恒生指数这2年回报是大约51%。OK， 已经是跑赢了美股。美股在去年某一段很好，最近今年有很大的一个调整所以呢日股这个涨了一点点，美股涨了不少。最重要是2024年的11、12月的时候沪深指数也没有那么多 ，S&P 500也没有那么多所以呢，我是买对了港股，看对了港股的周期。所以第一个想带出来的大家可以在留言区总结一下的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是一步一步来做选股5部曲。第一步是看牛熊周期所以如果你去年年底12月的时候听了 Rich 说美股到顶了小心了，要谨慎了，对吧？那当然Rich 就是专注美股，他就不看港股了当然他自己也有买点港股，我今年有问他，也是做了不错的所以如果你去年年底12月下半月的时候听到 Rich 说这个美股不太好了，把资金跑来港股1月中的时候，当然谁也不知道 DeepSeek 什么时候出来 RE， 对不对？但是我们去年年底、今年年初的时候都有讲到港股会好了所以你把资金调过来的话，哇，你赚完美股赚港股的话已经是不得了了，对吧？之后买什么股票也是重要，但是整个股票的周期是最重要的所以呢第一步其实影响最多的是股票市场的大周期。那大周期能不能看呢？我觉得是绝对能够看的特别是我们有框架在3个周期里面去预判去预测股票市场现在到哪个周期了。这3个周期包括经济的周期，包括信贷的周期，还有包括政策的周期中国有4个阶段的政策放、乱、收、死这4个政策，所以中国也是要看这个2021年是一个收的时候，所以2022年就死了2023年死了之后要放了所以2023年之后慢慢的开始放了，现在是到了放完之后，下一个就会经济很好乱的另外一个就经济很好，对吧所以这个是一个周期，所以我们看了3个周期再来估计这一个港股市场的话，我就早在其实在不要说哎呀 GMT 啦 ，GMT 要付费的，好像好东西都是给 GMT 的同学了，人家的付费当然是更早的听到更详细的听到，包括我们之后的分析也会更详细，对吧？但是七爸爸不是说免费的就不能听到，我们在2024年的5月18号的时候，在 YouTube 里面也有讲到。港股，那你看这是我 YouTube capture 下来的大家随时欢迎随时回看我们之前的所有的 YouTube你会看到不能说100%都讲中我觉得讲中70%已经不错了那我个人觉得我是能做到70%正确的，包括我们成功的看到AI 的发展。
成功的看到 NVIDIA 成功的在2021年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看到石油要涨，中海油，对吧？当然也有一两个是看错了啊，我们没看到拜登政府的对中国的一些政策影响了一些个别的股票这个绝对是有的，对吧？我们不是这个白宫的一些什么内幕消息我们没有我们不是佩洛西所以这个但是我们能看到的公开的信息，我们来判断的话，我觉得我们是能做到70%的准确度所以麻烦大家写一下，不是100%中的不要明天听了之后 all in 了，借了钱去 all in 了。我们大约我们给自己的一个目标就是能讲中70%已经不错了所以当时2024年5月18号的时候，当时写着香港现在的股票市场是非常的便宜的 ，OK。所以是不是现在人家还在说便宜，这是涨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香港的股票是非常非常的便宜的现在是整体人都看到了，那当然早一点点看到了，你就买了便宜一点就已经赚到了，对吧？我刚才给大家看到，我是从去年到现在大约是60%几的回报是实实在在赚到了钱，对吧？一会儿会给大家看到我们有些同学赚的是更多的 ，OK 好了，那刚才提到过，其实我们最早的是在2024年的1月16号，当时就在我们的 GMT 里面讲过其实再准确一点在1月22号的时候当时这是之后26号的时候1月讲错了1月26号的 GMT 里面，其实当时讲到过，我在1月22号4天前港股最低的2024年最低的那个时候，我在群组内，我们 GMT 有一个学习的内部的群组内有讲过大家可以看一下等待出清之后，空头出清之后，也等待大户吸购之后你听到人家的传媒说 Hong Kong is over， 香港完蛋了，珍惜生命，远离港股了，这些都是套路。我们看得明白的人知道，他们是在压低这个港股来吸收你看不明白的，悲观了就被割韭菜了我们现在说被割韭菜就是这样被割的，对吧？等大户吸购之后，也许会有2022年11月的报复式的反弹。2022年11月报复式的反弹，我们也看到了当时是反弹了50%，在2个月内反弹了50%所以呢，这个之后慢慢的开始1月16号之后，慢慢的涨到了4月份有一个急的涨之后又调整了一下一定会调整的对不对赚了钱的人都要获利离场是最大的一个诱惑，走了之后有调整了之后，这些人走掉了，又再推上来，9月底到10月初又再推上来，之后又有人获利离场了到了今年的1月份再推上来这一次有点不一样，所以大家听着这一次为什么不一样，一会儿给大家解释所以今天晚上的直播非常精彩OK， 那我可能也是最早的公开说大楼大股的，大家回看我们去年所做的直播，所做的 YouTube 的视频包括今年，对吧？你翻看我们的公开的记录在8月25号和9月初的时候，8月25号的时候，港股是没有涨港股是在这个9月中才开始涨的 OK， 所以呢，去年的8月25号到9月初的时候，大楼大股你回去看，我说这是香港20年来最好的机会。20年前2003年我在香港楼市跌了70%之后，成功的捞底。8月21号是我买楼的时候，当时是中原指数，香港的中原指数地产指数最低的那一个星期，我还是低过市价买到了20%的市价低过市价20%买到了我的楼结果就年买成楼这个7、8百的身家就这样来的，对吧？当然做生意也有赚的但是我要财富金三角，楼赚了钱，股票赚了钱，这个房地产赚的钱都是超过1个亿的。
OK， 所以在这里我是当时8月25号到了9月初的时候，再大锣大鼓说，我等了20年，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好的机会，现在是这么好的机会。当时你要买入的话，当时的阿里巴巴是70多块，对吧？现在来问我阿里巴巴还能买吗？当时的腾讯是200多块，现在问我腾讯还能买吗？500多块了 ，OK 啊？但是我们还是那个问题，现在还能买吗？一会儿给大家解释啊。现在马上就给大家解释，这一次香港的熊山最低位是2024年的1月份，刚才给大家看到了，对吧？我们选股5部曲一定要知道牛熊周期在哪里啊？美股这个前一阵子是牛山，大家自己算一算，牛山之后可能是牛山的延续，可能是熊一的开始，对不对啊？那某宝啦，香港叫不值得冒这个险了，对不对？好了，香港1月份，2024年的1月份是熊一牛一反弹之后，它反弹的很厉害啊，2-3个月之内，这个到了4、5月涨了蛮多的超买了一定会调整所以呢，到了牛二的时候，再纠正一下，香港的牛一其实是在2023年的11月。2023年的2022年的再早一点，2022年的11月、12月就是胡锦涛被请出场的时候，之后中国结束了这个风控，结束了这个新冠疫情有了这个曙光结束了这个风控这个当时还是风控的，所以当时有个非常强劲的牛一，当时是牛一。所以去年年底现在开始现在就有人问了哪个阶段？现在上面不是写了吗？处在牛二，而这个牛二，如果你是从这个2024年1月份算的话，现在是牛二的第14个月、第15个月OK， 那一般来说，一个牛市可能会我觉得起码会有3到4年，特别是之前香港的熊市是特别厉害的一个熊市这个跌了越长时间，反弹的时候也会慢慢的涨得越多所以我觉得现在香港还是个牛二的初期 ，OK， 那为什么我们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在 GMT 个人的那个课程里面，这个10天前的那个星期五，就大约10天前的那个星期五，就是这个星期五之前的星期五，我讲到港股是严重的超买了。而且是这个人大会议开完了，有可能会调整 ，OK， 但是很快但是呢我到了3月6号，就是上个星期10天前给大家做了一个额外的直播我在埃及回来之后马上做了一个额外的直播然后我们在 GMT 里面也再次调整说到这一次港股资金回来港股的速度和涌入的量。现在还在初期，我看到是在初期未来当然有可能会变，但是现在看到的回来资金的这个速度，还有之后连锁反应，传媒开始对中国股票开始讲了越来越多人讲了，到最后以前是 all anything but China ABC， 现在是 all in China， 越来越多人，全世界没有一个股票市场现在是这么。看好的，明确的看好的，对吧？所以现在是越来越多人的资金会回来香港了。我觉得这次香港的牛市还会继续所以呢，果然我讲完了之后，真的有调整的压力上个星期的1和2调整了，第3又反弹了，第4天又跌了，结果第5天是强劲的反弹，涨得不得了，强劲的反弹，对不对？这就给大家看到这是。超买了之后过分的热之后，超买了之后，调整只是那么轻微的调整了，短暂的调整，马上又有个强劲的反弹你从技术分析也好，你从市场的情绪来分析也好，包括基本分析，看它的股价等等等等包括它未来的经济的那个方向我觉得还是非常好的，对吧？所以呢，在3月6号的时候，我当天晚上直播有没有告诉大家？有没有人来做个见证是不是不是现在涨了才说好的，当时就说现在是难得的机会不光是去年8月9月说过当时8月9月的时候是更低，大家还没有那么
清楚的，港股还在跌的时候，3月6号的时候，我说难得有机会，一个国家里面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是还有监管的那个政策。都是支持资本市场的复苏的所以大家可以回看，对不对？有没有人做见证？就不需要大家回去回看了我们现在还在这里做直播，有的话可以做个见证OK， 那好了，我们讲完了选股5部曲的第一步了对不对？你看准这个已经能赚不少了好了。第2步就是板块和行业了行业和板块有点不一样，比如说行业 AI 行业，板块里面可能有芯片行业这个半导体半导体板块，或者有应用板块，或者有软件板块，或者有电力板块，对吧？行业可能就是一个这个 AI 人工智能所以呢，板块和行业，板块是行业的更加的细分 OK。那如果大家看的话前2年的美股涨得很好，不是所有的美股都涨得好的，好多的美股都没有怎么涨涨得亮丽的板块和行业什么 AI 里面最新出来的是芯片，后来出来是应用再出来的是电力4个板块，对吧？还有一个是软件Microsoft 啦 Google 啦，这个几个软件所以呢，我们也在视频里面包括 Rich 也给他讲过AI 里面4个板块，芯片第2个是那个这个软件，第3个是这个应用，第4个是电力一个个给大家讲到了，对吧？那我们在今年1月23号的那一天的 YouTube 里面有讲到当然我们在这个1月24号的 GMT 有更加深度的讲但是我们之前那个星期2我们拍的 YouTube， 星期5的 GMT 都讲到了这一次的 AI， 中国的 AI 的股票完全没有涨当时完全没有涨，对吧？我觉得既然 AI会确确实实的改变我们，而且我们当时也提到了 DeepSeek， 当时还是 3.5 版本我们还没有知道 R1 会出现，我们说 3.5 版本已经是跟美国的 AI 最好的 AI 是比美了，差不多了所以呢，我是觉得中国的 AI 没有那么差很快就会有翻天覆地的改变了结果过了1天 R1 就出现了R1 就出现了之后这个整体的这个改变了那大家市场对中国的科技的看法所以从 DeepSeek 的出现我们也是成功的讲到了，对吧？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专注行业板块，所以我觉得这个之前也讲过上一次我们也讲过，两会开了之后，政策会支持哪些行业和板块我们上一次3月06号也讲过，对吧？我们之前的其他的视频也讲过我们觉得我们也成功的捕捉到了，比如说新能源车啦AI 啦中国的 AI 也是捕捉到了那好了接下来的也是很相关的，就是个别的股票了个别的股票了那 DeepSeek 的出现呢加快了无论是美国也好，中国也好，是完全加快了 AI 的发展。以前大家都是闭源的不给你看的 ，DeepSeek 完全公开，而且公开的还要比你好，所以大家都在开源了。包括今天百度最新的，一会儿会讲到最新的文心一言的 4.5 版本和有 X1 的版本也是开源的，而且价格是便宜很多所以大家是这个用量用户的一个 adoption 是直接的这个攀升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AI 的发展使到了信息的平权了以前大行才有的资料，我记得我在念 MBA 的时候，90几年的时候，哇，要好贵好贵找一个 Bloomberg 为什么呢？因为 Bloomberg 有一些快一点的一些信息，普通人都没有那个信息。后来有互联网了，好了一点了，但是互联网里面信息垃圾的信息泛滥，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去拿，对吧？现在 AI 可以帮助我们做一些调研了，但是 AI 也是不负责任的，它就在那个互联网里面搜索嘛，垃圾一起给你，所以我们要知道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去做判断，而且如何可以果断的做行动所以呢，我们整个框架很简单。选股5部曲，然后是 FTP F 就是基本分析，对吧？所以大势的周期的时候有一些 T， 有一些 F
啊，有一些 P 就是 psychology 啊。那到了行业的板块和个别的企业的时候就 F 啊。我跟 Rich 的分工就是我就是 F fundamentals，Rich 就是技术分析 technicals。所以到了第4和第5步，买入的时机，卖出的时机。就Rich 的这个 technicals 啊，而且他的 technical 跟我也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因为我们的投资的风格也有一点点的不一样。OK， 那好了啊，所以呢，我们再来就照着这个框架来看啊，那我们也讲到 AI 这个行业带来的机会是太多了啊，但是我们要知道怎么能去找，会去找。啊，所以呢，这是3年前的一个video 了啊。当时我的女儿来问我，我们有个对话，我们这个这个视频里面就讲到如何能找啊，结果就是 NVIDIA 啊，当时3年前到现在涨了不止10倍了，对吧？就算现在有调整，涨了也是10倍以上的。这个啊，所以 AI 带来机会是太多了啊，很多。当然 NVIDIA 涨上去了，现在有调整啊，也是包括 DeepSeek 的出现，这个因素很复杂，有利好的，有利空的啊。我们也是把焦点放到了下一个10倍股啊，下几个10倍股了啊。那到了去年的2024年的11月17号的直播，11月17号的直播里面呢，我是 update 了我的10倍股的 list 啊。我在2022年的时候，因为 AI 的出现，我做了10个10倍股。当时 NVIDIA 就是这10个10倍股里面其中的一个啊，当时的有10个10倍股啊，那 NVIDIA 已经涨了10倍了啊，当时还有另外小米也是涨了，从8块多涨到现在50多块，还没到10倍啊，还没到10倍啊，所以还没有毕业，对吧？所以呢，我们到了2024年的11月17号的时候说了。我会更新一下，到了年底的我会更新一下，在2025年10倍股的一个更新。当时就又是大锣大鼓的叫大家进来了，好像七爸爸老是叫大家来卖课程，叫大家进来，其实是塞钱落你袋呀，广东话能不能翻译一下？就是把钱塞落你的口袋里啊 ，OK？ 那因为我真的是看到 AI 带来的机会是太多了啊，结果。刚才是11月17号讲的，11月22号的 GMT 里面，我们讲了其中10个股票里面啊，其实那10个都涨了，涨了最多那一个啊，和赛。当时我觉得，哎呀，真的，之后再回来说你们没进来，好可惜，对吧？他这一次又出了业绩报告，我们在出业绩报告之前和盘前它跌了。之前也跌了啊，之前那一天我们都有一些同学包括我们另外一个导师都有加仓加码啊，我们给大家看到啊。那当然呢，在这里也是讲一讲，我们不是盲目的看好的啊，就简单的说一下，无人驾驶 Robotaxi 对吧？很快可能在今年或者明年会roll out 啊，现在百度啦、文源出行啦等等包括特斯拉啦都在。试验技术层面完全是搞定了，没问题了。现在只是监管的一个批文搞定啊，这个监管要批准，对吧？所以呢，很有可能今年或者明年会 roll out 啊。头5家 Robotaxi 全部，这个很重要啊。头5家的 Robotaxi 全部独家的供应商就是何塞，厉不厉害 ？OK， 除了。这个汽车还有一个以前的激光雷达是可有可无，可能是在最高端的汽车，但是这个也是何塞的那个CEO 的厉害，他就不断的灌输这个概念。他说，汽车现在是不是每一个汽车都有这个 seat belt 这个安全带，对不对？不可能汽车没有安全带的。现在差不多每一个汽车都有 airbag 空气袋这个气带。对不对？没有气带的没有人买了啊。他说为什么激光雷达不是下一个安全带，不是下一个这个气带？这是人命啊，这是安全啊，对不对？所以呢，越来越多，特别是最近这个比亚迪公布了所有的款式，包括低价的款式都会有LiDAR这个激光雷达。所以比亚迪一做，其他的都要跟着做了。所以这个激光雷达呢，今年这个销量会暴增，
来不及做啊，来不及供应啊，对吧？一般来说，这个硬件的价格一直会下来，毛利率一直会受损。但是你不要搞错啊，激光雷达只有2到3个供应商啊，能供应的只有2个，对吧？第3个、第4个已经搞不定了啊。但是呢，这个现在电动车有多少品牌？现在是电动车去求激光雷达给他们，就像这个英伟达的那个GPU 一样，英伟达的 GPU， 台积电的生产，这已经是做到了一家独大的垄断了啊！所以激光雷达，何塞是第一家、唯一一家赚钱的，钱已经是不愁了，赚钱了啊！还有一个是飞快的发展的，就机械人。机器人在去年的第4个季度，机器人也开始 take off 发展了啊。那我们看到这一个一发展的话，因为它的基数很小，分母很小，也是未来炒作的概念啦，或者是那个真金白银的流入啦这也是我看好的原因啊。当然也是那一句啊，千万不要听了一个号码就去买。OK， 很危险的啊！激光雷达不危险啊，小米苏7 Ultra 不危险，但有人已经是开了太快炒车了，因为那人的技术不到，好吧 ？OK， 所以呢，这是其中一个啊。OK， 好了，那在这里啊，我也收到好多的这个我们的同学啊 ，GMT 的学员的感谢 ，OK， 那我还问他们，我说能不能分享啊？他们也都说，哎呀，这个生日礼物都不知道送什么礼物，所以把自己成绩做好，在适当时候写出感言，这就是最好的礼物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好开心啊！你买其他的礼物，我收到了，我家里又多了一件礼物，我都不知道用不用得着，对不对？我也不是买不着啊，我的物质生活是很简单的，但是大家分享了赚钱的好消息的话。这是对我来说是最好的礼物啊！所以在这里好多的同学都是赚到了钱啊。那我个人还是强调，赚到钱只是一个结果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什么。很多人都说学到了判断的能力啦，学到了心态的修炼啦，股票跌的时候不慌啦，可以把握机会啦，股票涨的时候不会飘啦，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一些消息啊。那还有一点，我觉得是现在的 AI 越来越好用。真的是越来越好用。我们现在在 GMT 里面也在教大家如何去用 AI 来增加自己的投资的回报。我们一定要用这个工具，对吧？所以现在总结了来说，信息是泛滥的，信息你 Google 也好，AI 也好，是泛滥的啊。我们要知道如何在他们提供了信息之后，我们去做一个好的判断所以在 GMT 里面，788能提供的经验。提供的价值就是我的经验我有输钱的经验，我有赚钱的经验，我有33年的经验，还有就是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生意，用一个生意人的眼光去看一家公司的竞争能力用很多的框架，我以前在麦肯锡的那些框架都在10倍股的投资秘籍里面当你看到财报的数字的时候，已经是涨了好多了，像何塞已经涨了好多了，已经不便宜了，对吧？我看到何塞时候是4块，现在是20多块，我看到小米时候是8块，现在是50多块都是在市场还没有看到它的业绩还没出来嘛。还没有出来的时候，我们要看的是框架是什么？是它的软实力，它的商业模式，它的竞争优势等等所以呢，在 GMT 有788每个星期五，包括Rich， 包括我们还有一个专业的财经和会计背景的一个导师帮大家那 GMT 我们其实同学也是越学越多越来越资深了，新同学会难免拖慢大家的进度所以我们希望是更好的服务和照顾我们资深的 GMT 同学，所以我们很快会停止收新生的如果大家是有意思来跟我们 GMT 在GMT by the way stands for Global Market and Trends， 全世界的市场和趋势去寻找机会的话我欢迎大家把握机会，好吧？我还最近问了 ChatGPT 一下，我说 GMT 是什么他说是 Growth and
momentum and timing 我说我觉得不错啊 OK 然后我问他七爸爸怎么帮大家投资股票改善呢他还能讲出来啊这样子大家可以没事干可以去问问 ChatGPT 你要打七爸爸当然这个跟问问题是有关系的啊 OK 我是问 GMT 或者七爸爸如何帮助同学改善投资他给了我一大串的那个东西还是我听了这蛮开心的 OK 好那当然呢又回到了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到 timing 对吧第4和第5步是时间点到了第4和第5步时间点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很熟悉这家公司的企业的价值它的能力它的它是一家什么的公司OK 我们一会儿也会给了大家一个概念叫 alpha 和 beta 的概念我们要找的是 alpha 这家公司有没有它的优质的好的软实力 OK 而不是 beta 是风险 beta 越大风险越大 alpha 就是在同等的风险里面我们能赚超越回报超等的回报或者在同样的回报里面我们的风险是少了所以呢在投资的这个框架里面如果我们能拿少一点的风险得到更多的回报这就不得了的这是股神的那当时其中一个最好的时间点我们到了选股布局的第4和第5步了对吧最好的时间点就是在一家好的公司没有被影响的情况下市场恐慌了某些东西这是难得的机会其中一个案例最近 Facebook 给了我一个 memory 3年前的 memory 对吧3年前呢富途它其实在中国大陆都没有开展业务真的是没有开展因为所有的券商这个进入一个市场是要拿到 license 的它在中国是没有业务的对吧完全也没有开分店也没有业务也没有什么但是中国说它没有业务当然呢有好多是偷偷的跑到香港来开了个户口但是3年前中国说你是无牌驾驶你是不能在中国开展业务因为你没有这个 license 没有这个执照他没有开业务对不对就算中国大陆偷偷的跑来开的业务的他是说可以存量就是说你已经开了业务的你可以继续买下去可以继续合法的买下去那不是很好吗对不对甚至是要转的话就不容易转了人家就留在富途了那我们知道富途是这个领先的capture 了拿了很多的一些客户那你领先了你可以保持了你没有人可以进来跟你竞争了这个进入壁垒不是很好吗但是当时的股价是跌到了好低好低结果我们拍过好几次的 YouTube 都告诉大家当然我们在 GMT 里面更深度的研究大家也是更深度的有信心去把握那当时我们拍了这个视频到现在股价是涨了4倍涨了4倍对不对3年前所以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的话 by the way 快点订阅了对不对免费的视频都包括直播直播里面我们提到的股票都涨了好多好多对不对免费的当然收费的你会赚更多了是吧 OK 好了那给大家学多一样东西了刚才有提到过2个字一个叫 beta 一个叫alpha alpha 就是没有就是有一句话投资里面叫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不对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额外的回报一定要有额外的风险 OK 你要高点回报你就要有多点风险你不想要有这么多的风险你就要低一点的回报这个就是原来的意思是这个投资里面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免费的午餐的那 alpha 就是说免费的午餐了没有增加你的投资的这个风险的时候额外的一个回报那现在呢我就跟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其中一个人工智能跟他对话了所以现在是信息平权我就问他我说你可不可以把富途的股价从第一天 IPO 的第一天开始跟这个市场做一个 statistic 的叫 linear regression OK 这个当然有点 technical 有点技术你要有一点这个背后的统计学的根底啦或者是金融学的知识啦所以我就在这里
不 confuse 大家了，我就说你就是这样啊，你帮我找出 alpha 和 beta 附图的 alpha 和 beta， 结果他找出来 beta 是 0.75， 它是做了每一天的股价的波动和S&P 500的一个对比，一个 linear regression，OK， 所以它的风险要比 S&P 500美股的风险要低，是 0.75， 所以它是一个安全的啊，你可以从贝塔的这个数字来说，它是个比较安全，比美国大市股票大市比较安全的一个投资了啊。那低风险是不是低回报呢？并不是，它是上市到现在每年的平均的回报39%。每年的平均回报啊，那我们刚才有提到过，低风险就是理论上只需要一个低的回报就够了啊，所以它的 alpha 就是额外的，没有给你承受额外的风险，给了你多少的额外的回报呢？是每年30%啊。外面有一个网站叫Seeking Alpha， 对吧？啊，投资界里面的圣杯啊，可以写下来，投资界的圣杯就是我们要去寻找 alpha。啊，所以这个给了一个网站啊，一个机构啊，用了这个名字叫 Seeking Alpha，OK，所以这个 Seeking Alpha 的公司跟我们要寻找 Alpha 的是两回事啊，它只是用了这个行为把它的名字叫成这样，对吧？我们要做的就是控制风险或者降低风险，风险是越低越好，所以这个贝塔是越低越好，但是贝塔低了啊，回报也低了，怎么办啊？我们要找 Alpha 啊，所以这个 Alpha。它有30%，每年额外无风险的送你30%的回报 ，OK， 所以加在一起啊，它的一个每年的回报是39%，这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回报了，对吧？所以能够找到 alpha 的公司，高 alpha 的公司，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啊，要寻找10倍股 ，OK，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了我的视频也好，或者自己啊，做了研究也好，买到附图，有的话也可以分享一下啊。那最差的是什么？最悲哀的是什么？曾经有一个好的股票，无论是附图也好，其他的10倍股也好，啊，你买到了，在你的手里了。散户最喜欢什么？赚了一点点钱了啊，获利离场了，或者是震一震，像美股的前天震一震。止损了离场了，结果就反弹了，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些都是散户的一些致命的错误啊。我这个应该是1年前为了帮助大家，也是免费的公益课啊，免费啊，这个不会永远免费的啊。这是我的选股这个10倍股啊，这投资秘籍的22天的课程的第1天。啊，所以我把它变第0天了啊！我觉得，哎，既然这么好的课程，让大家先拿第1课是免费的，所以变成第0天免费的。如果你看过的话，再看一次啊，可以看多几次，你都会有收获的。特别是如果曾经有一个10倍股在你的手里面，你卖走了，就看到它一直卖飞了，一直在往上走了啊！尘世间的悲哀莫过于此，对不对？所以啊，免费的看一看，调理一下心理啊。好了，那再讲一讲啊，第3个，我觉得现在是落后的啊，低产的落后的啊。当然了，未来没有人保证会涨啊，千万不要听了我的就去买，但是可以做一下独立的，做一下功课，就是 AI。里面百度是领先的啊，中国的 AI 其实老大哥是百度，也是到现在为止是领先的啊。现在的风头当然是 DeepSeek 了，对不对？最火的风头的啊，但 DeepSeek 也没有上市啊。还有好多人来问商汤能买吗？我觉得百度相对商汤是远远要好很多了。为什么？因为商汤还在亏钱，百度是赚钱的，对吧？它有传统的业务在赚钱的，但是呢，市场觉得，哎呀，它的传统的搜索引擎会萎缩啦，因为 AI 会威胁到它的搜索引擎的老大哥的地位了。但是大家没有看到百度的这个在这个 AI 的领域也是投放最早，也是超越这比较领先的啊，包括它的 Robotaxi， 包括它的智能驾驶都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当然，现在的技术是发展的太快了啊，领先也可能被人家超越。所以今天这是最新的啊，今天百度是公布了它的文心一言 4.5 的版本，还有 X1 的版本啊。那在它的公布的数据里面看到，其实文心一言 4.5 的版本要比 DeepSeek 的这个V3 要好，V3
就是还是早的版本啊，比 ChatGPT 的4O 啊，4O 是比较新的啊要好，或者是比 ChatGPT 的4.5版本要好，而它的这个当然成本是0.1啊，就是DeepSeek 的1/10的价格。对吧？也是公开，全世界都可以开的啊，所以呢，我觉得，相对它的股价来说啊，是非常落后的啊，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好吧？或者有机会啊，它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慢慢的可能会反弹 ，OK？所以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啊。刚才有这个朋友在这里也写了啊，李嘉诚怎么样？长河事件，对吧？那我的怎么看呢？第一个，我觉得啊，我真的跟李嘉诚打过交道，他公司曾经在2001年的时候投资过我的科技股、科网股啊，2000年啊，他是非常厉害的一个投资者啊，而且呢，他在商言商，他捐款啦、建大学啦、做好事啦，送好多的东西给这个医院啦，这个他是很慷慨的。但是在做生意的时候，他是很厉害的一个人啊，有钱是赚到尽的，把钱都赚走的那个人啊，那他这一次卖走其实卖得很好啊，但是呢，李嘉诚做什么事情都有人批评的了，对不对？这是有点不一样，就是中国的官方啊，这个港澳办，这是代表国务院的啊，中国政府的啊，他们的网站还转载了大公报的一些评论啊，包括人民日报，这些都是有政府背景的代表中国政府的一些这个报纸啊，大公报啦、人民日报啦，都在批评啊。那我个人觉得你批评了有用吗？对不对？李嘉诚还是会卖啊。你想想，如果中国用他的特殊的一个手段，李嘉诚不卖了，特朗普会放过中国吗？特朗普不是有一个这个把柄啊，有一个借口啊 ，excuse 啊，中国你干预商业的行为，肯定要报复啦，肯定有什么报复了，对吧？没有理由都要搞点理由来搞你了。你现在给他一个理由，他不是更加的理直气壮的来搞中国了吗？对不对？所以这个你评论员写点什么东西出点气没问题啦 ，OK， 转载一下有点失风度啦。我个人觉得这个人家的商业行为，你有本事你把整个长河买下来嘛。李嘉诚只要价格好，码头都能卖，只要价格好，整个长河卖给你可不可以？对不对？有本事的中国这么多的主权基金国家队把整个长河买下来了，对不对？我们小股民当然最开心了，对吧？所以呢，它的股价跌下来，我觉得第一个可能这个卖港口的这个 deal 啊，这个交易取消的机会很少。第二个我是往好的看。你中国要不让这件事情发生的，不要只是写文章啊，国家队入场把长河买下来啊，对不对啊？所以呢，中国会打压陈哥吗？你这个废话了，这怎么打压？这是法治社会啊，怎么打压？你以为是要五马分尸了？OK， 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 。OK， 不会了，我觉得不会了。Alright，所以以上的所有的股票都是我的看法的，这个还是强调一点这个第一个我有可能看错，第二个大家自己做分析，我只是开了个头，大家一定要学会怎么去做分析，而且要做好安全的这个风险管理不懂不要乱买，对吧？我给你一个小米SU7的Ultra。车子没问题，你不懂开，你撞了车是人有问题，不是车有问题所以这些股票可能没问题，你不懂，你在错的价位买，选股不行嘛，对吧？错的时间点、错的价位买，还不懂走，还不懂风险管理就很危险了。
好吧 ？OK， 那我们看看够不够这个1000人了所以大家叫多点人来，够了1000人再回答大家一个股票的问题，好吧 ？OK， 那现在呢700多个人不够1000人，当然也没办法了那我们来请今天这个嘉宾今天这个嘉宾一会儿我让他自己来介绍自己但是我给大家开个头他在没有认识我们之前呢他的股票是亏钱的OK 他是亏了73.29%，在短短的不到1年内就是亏了73.29%所以他当时是什么都不懂1年也不到，把大部分的钱亏掉了3/4，所以好惨对不对？好了，认识我们之后，从亏掉73%一步一步的追回来，到现在从2022年这个开始开了富途的账户去买股票，追到现在是正 107.86% 107.86%，就算你从第一天到现在大约3年的时间，对吧？3年的时间内107.86也不错了，每年有30多个%的回报了，对不对？那如果大家再看一下，它从2023年的1月份开始1月份开始到现在其实回报是203.92%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事不宜迟他很害羞不愿意出镜我说你这么靓女，他说哎呀，谁知道网上有好多鹹濕佬他不愿意出镜非常漂亮的美女，但是他就说不出镜，可不可以大家说可不可以？OK， 那我们这样事不宜迟她的英文名叫 Alice 我就把它中文写成爱丽丝漂亮的思想总是美好的，对不对所以呢，爱丽丝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 Alice，我是企划盒的学生，然后也很高兴今天来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跟企划盒的学习的经验。然后就跟刚才企划所说的，就是之前还没有学习的时候就亏很多嘛，就是70多%，然后我就感觉要放弃了，就不看。然后有一次偶然机会也是看企划的 YouTube， 就认识到他，就是看到原来是有方法去学习的。就是我第一个课程其实是学鼓舞部曲，然后再看一看，然后我其实有学了很多东西，然后我就跟着就进入了 GNT， 然后其实我发现 GNT 学了更多东西就是我在里面其实也要讲一下，就是我是小白的，就进入 GNT 之后，我就学了更多，就是可能学习投资的一些思维什么很多东西。然后可能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就是刚才区炮有说买这个和赛这个股票，其实我也有听到这个和赛的，然后他其实有分享几次啦，我也没有就是他第一次讲我就去买的，我也有就是他有经常说什么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就是要做自己的研究，所以我就你是多少钱买的和赛？和赛其实我是4块多买的，然后有再捞了，然后就现在大概赚了3倍多。没卖过？也没有卖过。对，所以我就这里很开心的跟大家分享，所以对。你当时从认识我们到第一次重新买股票，就是输了钱，当时你就不看了，对吧？把它也留在仓位里，到后来重新开始转的时候重新开始买的时候，中间其实学了多少时间才买的？其实我也学了好几个月了，就应该大概有半年，就是一直在学习，因为就是没有足够的信心的话，也不敢去乱投资，没有，就是因为有时候它有起伏嘛，然后跌的时候也会很害怕，可是之后到学习了半年之后就知道其实对无论是对企划的研究还有自己的研究也是很有信心的，
所以就学习了半年才开始。所以大家特别是 GMT 的同学明白了吧？你们进来我都叫大家先学习啊，不要急着去买，因为很多大家的以前的习惯是不对的。输钱的话，特别是输钱的话啊，输钱的那你要把以前的习惯改变才能改变你的成绩，对吧？那 Alice 可不可以给我们分享可能最大的3大改变以前为什么输钱，后来有3大改变使到你是有了这么好的成绩令你最大的改变，你觉得是什么呢？我觉得第一个改变就是我去看那个股票或者事物的那个思维都已经不一样了。比如说，有什么坏的消息出来呀，我也不会跟之前一样，就是很心惊胆战，我会急着把股票卖掉，反而我是会去思考。到底这个事情跟我会不会真的有影响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然后我会看其他同学有什么反应，可能我会跑去那个牛牛圈去看人家什么反应，然后再看看自己的看法是不是对呢？其实我发现很多时候，其实我的就是我的选择是对的。你是不是跟牛牛圈的意见要相反来做？其中一个参考点，对，我给他加注一下所以这个富途的牛牛圈，我们其实就是在里面，特别是越多人在骂啦、垃圾啦、什么港女啦、中概股啦、绝望啦，我们是越开心了。当然，这其实只是其中一个考虑的因素好，这是其中一点那还有另外2点呢？就是我会现在去学习更多，就是我发现不是学了一阵子你就自己就是一个投资达人，就是你要一直去学习，然后去学习的更多，才会就是慢慢的把自己的那个投资那个思维建立起来。OK， 那你还有没有什么建议给我们的网友？我们看看现场观众有什么问题想问 Alice 不要就说这个美女啦，卡哇伊啦有什么怎么能投资回报这么高？有人问。或者你先说有什么建议给大家也可以。我的建议就是跟去爸爸学习这个是真的，如果没有跟他学习，我相信我就是不会有这么好的成绩。OK 那还有没有其他的就看多一点了，自己去学习对。你是大部分是港股还是美股？我大部分都是港股，我反而美股那个回报没有港股的多。你觉得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不去？特别是比如说2023年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大家都是热衷美股的，为什么你是看港股多一点呢？我比较清楚自己的投资风格啦，就是我不会经常去盯盘的那种人，我会比较就是看就是那个周期的，所以我在选股获取那个框架里面有了解到其实你要看那个周期，然后再看行业的话，我再加上薛爸爸的分享，我会觉得港股的那个潜力会比较大的，然后美股因为我23年开始去重新投资嘛，然后那个时候其实美股也已经比较高了，所以我就会比较选择在一个潜力比较大的市场去投资，所以我就买港股比较多一点。OK， 有人还是想你再讲一下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最大的改变我其实是觉得就是这对自己的信心多一点，就是我觉得在投资股票的上面，其实不只是对那些股票的分析还有那些技术分析对自己的心态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修炼。然后我在投资上，我觉得最大的改变是自己的心态然后跟自己的批判思维也要很重要的。那怎么样能有更多的信心呢？你刚才提到信心。怎么样能多一点信心就是自己对买这股票之前，你
你会研究很多嘛，那你越了解这个公司这个行业的话，那它有什么坏的消息出来，你自己都会很有信心的。然后可能因为在 GMT 也有很多同学，我跟他们交流也可以，就是也有很多的信息拿回来。对，所以还是要就是我也说3心2意嘛，对吧？要用心的做功课，才能有信心。所以呢，坏消息出来反而是件好事情。像我们刚才有讲到富途跌到25块的时候，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候，对不对？现在看回，哎呀，早知道，是不是所以呢，当然也要有耐心这个你一般来说一个股票持股的时间点是多久啊？一般多久啊？我是半年哦。半年一般来说一个股票会持有半年OK， 好最后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要感谢我们的超级女股神Alice 了你知不知道Cathy Wood 在这段时间从2023年1月1号到现在的投资回报吗？OK， 哇，这个徐小玲写什么字我看不懂嘞。感谢OK， 好，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还是那一点希望大家就是通过学习刚才 Alice 也提到学习真的能改变我们的思维，给我们更有信心投资成绩也会更好，对吧？所以我今天给 Alice 一个好的消息只要保持这一个投资的回报到他可能10年后20年后他的财富就能超越股神巴菲特了所以大家真的是复式的回报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大的困难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最大的困难我觉得我觉得最大的困难就是我的本金还没有就是太多，如果我本金多一点的话，可能那个回报会更多咯OK 对，所以本金更多其实是这样的当你投资成绩好了，你的钱已经就会来了，对不对？你以后做基金经理都可以了当你成绩不好的时候，钱越多输的越多，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先打好基础你买了什么港股愿意讲吗？这里不是拿号码的，不过你愿意讲也可以讲1-2个也可以。港股就我之前去泡泡经常讲的小米我就有买了，然后其他的就可能是百度咯，就这2个，然后都是我经过自己去再研究才有再买的。对，百度你也是赚钱的，是不是？对 ，OK， 好，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时间也再次感谢我们的美女股神、超级股神，我把它写成超级股神这个 Alice那我们下次再见，把今天这个直播再分享出去了，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很有价值当然了，也是继续学习根据你的需求，根据你自己的 budget当然我觉得投资自己的脑袋是最好的，对吧？希望大家能在我们这里提升大家的知识提升大家的学问提升大家的投资回报那我们下次见，拜拜。